大家好，我是橘子。今天是2024年10月15，星期三。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黄金、比特币还有原油的交易分析。先看一下黄金。黄金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走势。黄金的话，昨天是有一个跳空下跌的一个行情，从早盘开始，之后的话触及2643之后的话有快速拉升，最高触及到了2666附近。这个高点的话，其实是突破了前期的这个高点，但是突破之后没有持续，然后后续的话，这部分的话算是回调，但是回调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它又继续下跌了。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趋势已经转空了。然后现在的话，其实相当于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支撑和阻力区间，看一下1小时图吧。从小时图来看的话，当前最近的阻力区间在这个位置，也就是2652的这个位置，支撑区间在这个位置，就是前期1小时的2个低点。然后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就认为它是一个震荡区间。这个位置是一个震荡区间，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高空低多。如果能够突破上方的这个阻力区间的话，我们认为是可以做趋势单，就是突破之后可以做多，上破可以做多，然后下方这个位置下破可以做空。然后这个是也就是上破这个2号的这个阻力区间之后的话，可以做多。第一目标位的话就是前期的这个空，就是这个缺口这个位置。然后第二目标的话就是前期这2个极值点。然后如果在中间的这个1号区域之间的话，我们可以高空低多。如果下破3号这个阻力区间支撑区间的话，我们可以做空。下方的目标第一目标位的话就在这个位置。这是黄金的交易，这是黄金的交易分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昨天行情是很大的，昨天大概上涨有5%的一个波幅，然后并且突破了前期的低点，前期的高点。这个位置大概在65875，不过现在的话是在这个前期高点的这个之下，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图4小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的这个位置就是最新的阻力位，在这个阻力位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短线的做空。下方的支撑，我们可以画一下一条线。比特币的话，现在的阻力位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地方，支撑位的话就是现在23.6的回调线，在这个区间内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不能说是看空的，如果突破之后的话，现在的话只能是看成震荡，就没有上破之前，它现在趋势的话走震荡路线，大概的走势有可能会这样。然后后续的话，看突破是不是能突破上下这2个区域。如果突破的话，向下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做空。下一次做空的位置在38.2的位置。上方再做多的话，这个目标位可能就高的，大概在6.7的那个位置，就是6.75到6.75。所以比特币的话，我们现在就按震荡行情来操作，就当前位置其实可以做空，止损的话就设在这个区域或者是4小时图的这个
收盘价前1小时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设成止损，下方止盈目标的话给设成移动止损，最终目标的话在止盈目标在这儿，如果再向下突破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做空。好，这是比特币。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特币，看一下30分钟的，现在应该还能继续操作。然后止损的话，就设在4小时图的这里就行。目标的话可以设置稍远一点，如果真是下破前期这个的话，可以做个移动止损。好，这是比特币。然后我们看一下原油。原油这个是今天早上4点吧，大概。今天早上3、4点的时候有一个突破下跌，这个的话应该是当时有新闻，应该还是伊朗和以色列石油设施相关的。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没有，就是他们意思的话，可能就是不打击石油目标，所以的话油价现在受到了回落。你可以先看一下回调线，从回调线来看的话，再做一个短期的回调线。从回调线来看的话，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行情，下一个目标位的话，大概率2个目标位，一个是这个位置，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位置，都是61.8的回调线的位置。所以的话，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因为上午波动不大，可以短线做空。止损的话，可以设在这个位置，很大概率的话可能会跌下去，但是因为昨天晚上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今天如果能够突破这个回调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短线向上做多，就假如它会回调，否则的话的走势可能就是下破这下面2区域了。但是现在的话不建议操作吧，因为上午的话原油走势现在其实相当于短期的话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下方的话跌幅其实我们看一下，跌幅应该也不大，就30个点，所以原油的话可以等一下，等下回调之后再做空，或者是下跌之后的话做多也行。因为这个的话，再大跌的可能性，因为至少现在来看的话，力度不大。好，这是今天这3个品种的交易分析。